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最近很懒惰，就是upload 视频，是因为我真的是有时候 run out of idea。今天我们刚刚完成了那个所谓的中元节的功德回向，就有很多人提问，我觉得我可以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做这个中元节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回向，就是我的这一个统领的 part， 然后另外一个 part 呢，就是你们付给漫画去做员工这一个所谓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排位，然后他去每一天帮你们做员工。然后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想知道一下，我是如何亲自前往地府阎王殿申请许可。哇，这个我其实没有去到阎王殿的，这个比阎王殿还要高，好像是叫城隍殿。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当时候呢，我是大概用了1周的时间等这一个所谓的 response。我记得我就是跟我平常合作的一个所谓的英差，他是算是一个 supervisor 这样，然后我问他我想去申请这一个准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讲了一句，就是你今天是来捣蛋的嘛？然后我讲平常可能是，但是这一次呢是关于亲人啊、祖先那些不可能吧？然后他就说他要帮我去 check， 然后大概过了1个星期了过后呢，就是我的 application 他回来给我代话。为什么我会说城隍殿？因为最后一次还没有拿到 permit 的时候，我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店，就是那个店我其实只去过1次。我也不懂是哪里，但 according to 其他人，这个是叫城隍殿，然后就在那边，跟那边的上级，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神明啊，然后他就讲 OK 可以做这件事，这个是 beginning part。然后呢，接下来就因为有不同的人，漫画做的那边是他们不同的人，就是付钱，either给7天或者是30天，他们都可以放3个名字。或者是放就是有活着的人也可以，或者是过世的人也可以，或者是活着人的冤亲债主，过世的人的冤亲债主也可以，就变成了一个人报名有3个名字，然后历代祖先这一些，就变成其实我们在地府做的时候是人数蛮庞大的。怎么说呢？就是拿到这个 permit 过后呢，我大概每一个星期做完7日的时候，我就会找第2天，然后去找这些英差合作。为什么我需要申请？是因为我需要英差的帮忙，而且这个时候是7月14，就7月份，整个7月份很忙。然后他们需要派人手给我，就是比如说有50个名单，我就需要用到可能10个英差样子，每一个人去找5个这个家族的人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会通过他们跟这些家族的人了解情况过后，他们会回来 confirm 说他们有收到贡品。因为我的 service 只是答 yes and no， 就是亲戚有没有收到这一个回向之类的，就比较简单化。可是回来的英差有时候每一届呢就会回报说这个人的家族有投胎的问题，可是他们没有，因为我们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在通灵，我算是不在通灵去查他的家族发生什么，然后我就会问这个事主，你的家人啊什么，或者是有关于阴灵的有问题。所以有一个个案呢，就是这个母亲呢，她 technically 就是在 paperwork 上面呢是说她自然的流产，可是她中间穿插了一些小插曲，就是这个医生问他，其实你可以再吃7天的药，然后再看看这个 baby 有没有心跳。可是他当时的决定是讲，我不等了，就不要吃这个药了，就直接把孩子取掉，就变成那个孩子其实有稍微一点怨气。然后我就去找这个事主，跟他了解情况过后呢，他就很准确的说，他
的确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是这样子，虽然 on paper 就是它算是一个自然流产，可是 in a way 它因为没有 continue那个 doctor 的 advice， 然后把这个药吃7天，然后看看那个 baby 会不会在 infant， 或者是他会不会继续有心跳这个 possibility。So in a way 来那个阴差只是回来报告说，这个有投胎的问题，然后我就去了解了跟这个事主，然后顺便教他要做些什么，可以帮助到这个婴灵好好的超度。超度的那个 part 不是我做，就是很大可能是满花，就是他有念经。如果他念经过后还不可以的话，我会继续教这些人，就是可能要延长时间去诵经还是什么。就有一个家族，他可能孩子们都很早就夭折，就是他们的冤亲债主比较重怨气，等这个有问题的家属们我会亲自去联系他们。如果你们做完这个7天还有30天的，30天那个是 VVIP， 就是我会直接跟他们有一个电话沟通，然后平常的做7天的只是一个普通的 service， 所以我只能确定你们烧的公平，还有就是功德回向有没有收到。然后有一些人就问我，怎么样确保查收结果真实、准确、无误？其实我觉得很无奈，就是他这个人要我回答他100% correct， 我只能讲我不是神每一个通灵师他们能做的准确度，像我这样子有80%以上，都已经很牛逼了。就基本上一般我没有这个所谓的证据拿出来给你看，我的确下了地府，但是为了回答这个所谓的参与者，就确保查留结果真实、准确、无误呢，我特地在我选群里面挑选了几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呢，他们本身在还没有遇到我之前呢，他们都是有跟其他老师学过，然后他们有一些是可以通灵的。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地府做什么，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穿什么衣服的，可是我约了这几个人呢下去同一时间月下去地府，然后他们通灵过后看到呢，就说是的，就是我看到Alicia有穿官服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是怎样一个所谓的装扮。那其实很多人我没有告诉这些学员，可是他们讲的都大致上是一致的。基本上呢，我在下面那边是穿官服的，just so as you know。还有几个有问题的那些所谓的雇主家属，他们被通知的时候，他们都能 confirm 他们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代表我有在工作，所以你们就是不用怀疑我到底有没有通灵，然后什么无误、准确、真实这些来 question 我。我只能讲，不信的人就不要来参与。信的人，我肯定是有帮你们做好。如果有任何问题，英才一定会告诉我。如果你们再不信的话，就花多一点钱去给2000多块钱的那个 VVIP 服务，我只服务你一个人和你们所有家族里面的祖先。这个是确保无误，因为我会跟你进行一个 one to one 的这个沟通。那当然呢，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也觉得我有尽力做好，然后 settle 到一些人原本有的问题。至于明年要不要做的话，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别人 questions 我到底准确度、真实度怎样才算无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就算你有 cancer， 医生跟你讲你要做 chemo， 他也不能给你100%。Yeah, I can guarantee you 100% your cancer will be cured after this chemo。他只会告诉你 probability for you to cure your cancer after the chemo is over多少个 percentage。如果能够做到100%，就是准确无误的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人了，他们可以自己飞仙或者是当神了。就你们不要 question 我好吗？就如果有任何 question 的话，也可以去找做更贵的服务，就是我直接对你 one to one。这些所谓的大众服务比较便宜的，大部分的那个钱都是给漫画拿去做员工的，我只是顺水推舟帮你们，就是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我并不负责，就是解决你们家族的任何业障很重的人。就业障很重的人，像之前我不是说了，我有一个 case 关于冤亲债主了。
我是直接给一个 solution 的 advice， 他告诉他们如何可以做到，就是帮助这个亡灵 move on。我希望大家就是有参与这一次的，都能够让你的祖先好好的收到这些功德，然后你们有烧金纸的，他们都有收到的，都其实挺开心的。就我的学员也证明了我有在地府工作，然后我自己也是有跟有问题的事主确认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如何准确无误真实的完成了我的任务。看看吧，如果大家明年还需要的话，我会继续做吧。如果不需要的话，又带着怀疑的态度，这样我就不想做了。其实讲真的，就是蛮辛苦的，每个星期就要选一天去下去地府，而且我学员陈述他怎么这么多人，下面是蛮多人，你要看你一个人写3个名字，然后历代祖先，然后这些贡品啊什么，可能你烧了不够啊，还是怎样，他们都会要投诉。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意孝心是最重要，因为毕竟这些贡品的话，如果你历代祖先有这么多个祖先100个人，那你只烧了1万块的话，够谁用？其实这个东西都会平分出去的。就昨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是孝顺的意义存在，就思念这个故人，所以你所谓的那个孝心呢，就比起你烧多少钱更加重要，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当然都是一个经济状况嘛，经济状况好的人，他们可能会烧更多，但是这个没有说特别要求。你有参与我们的活动，你的祖先们或者是故者，他们肯定会受到这个功德回向，只是有一些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不是1个星期就能解决。再举个例子，就有一个人告诉我，我之前都没有梦过我爷爷，自从做了这1个星期过后，我就梦见我爸爸或者是我家人，然后我就说，那是因为你做的不够，你需要回去继续再做1个月，这个很 specific 的，他们本身either会给你报梦，或者是英才会直接告诉我这个人的家族有问题，就解决啦。OK， 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然后都有尽自己的责任，表达你们的孝心，你们的祖先们还有已故的亲朋戚友也收到了这个功德回向，谢谢你们的参与哦，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来参加我是谁线上课程，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